係咁，我有呢個咧係大陸呢啲咁嘅宣傳主旋律重大翻車嘅一次呢一個統一台灣勢不可擋。好啦，佢咧係喺台灣光復節紀念日特登喺10月25號台灣光復，即係咧呢個係嗰日係中華民國喺日本手上接管翻台灣，所以叫光復節。發布嗰個電影《澎湖海戰》前一日，中國全國人大會決議將10月25號正式設為台灣光復紀念日。外界普遍認為咧有強烈嘅政治同統治意涵。台灣光復，台灣光復邊個光復㗎？蔣介石呢拍嘅呢部澎湖海戰係邊個製片人？黃海峰。黃海峰係香港人嚟喎。鄭保瑞我之前講，鄭保瑞就係拍嗰個九龍城寨嘅。我嗰日睇見佢話拍緊澎湖海戰，我係大怒嘅，叫大家杯葛，好多人鬧我。好啦，呢鑊咧點咧？製作規模、宣傳定位5億人民幣，係長津湖以後最具規模嘅中國戰爭大片。聽講話整翻幾十艘戰艦出嚟喎。主演陣容強大呢個易烊千璽好犀利嘅喎。聽講話呢個係央視新聞大力推薦施琅大敗台灣水師，實現統一。外界普遍咧認為咧，而家搞到咧呢個台澎湖海戰由被看好到高度爭議。初啲人咧覺得咧會收60億㗎呢部戲。佢出咗預告片，本來應該我諗12月呢一個過年嗰時出㗎啦。呢個我先講個補充啲歷史俾大家講先。當時支配台灣嘅政權咧係其實鄭成功建立。第2年鄭成功死咗，就鄭經遺傳落嚟嘅南明政權係由鄭克爽統治嘅。對方咧係清朝中央政權嗰陣時咧，康熙就已經削平咗呢一個三藩，咁咧就係想統一呢個，佢唔係要統一嘅，其實就係想掃平呢一個明朝嘅剩餘勢力。雙方咧傾過幾次嘅，但係咧就係呢一個最緊要嘅咧就係鄭家係唔肯呢一個剪呢個剃頭留辮，所以咧傾唔掂，就派咗施琅做福建水師提督，負責對台作戰。喺清朝嘅視角入邊咧，鄭氏被視為割據叛亂勢力。清朝唔係覺得佢係叛亂嘅，亦都唔係割據嘅，因為佢係南明嘅勢力。總之就係一個敵對勢力，喺海外嘅敵對勢力。鄭氏強調咧，佢係明朝嘅忠臣，拒絕清朝嘅統治。呢一個就係嗰個矛盾，呢個就係矛盾。呢一個鄭家係代表漢人嘅，呢個係清朝喺1683年康熙22年發動澎湖海戰。施琅咧投降咗去清朝之後咧，係冇得即係投閒置散好多年，終於咧康熙咧就重用佢，就用呢一個做呢個水師提督就係因為佢係熟悉呢個台灣嘅海戰方法。你知滿人咧係唔識得打水戰噶嘛？進攻明朝嘅水師。喺戰役中，我遲啲同你講，清軍曾經遇到危險，施琅爭啲冇命，施琅盲咗隻眼嘅。其後忽然之間戲劇性改變，打贏咗澎湖之後咧，鄭克爽就向清方投降，明鄭政權喺台灣結束統治。1684年將台灣併入呢個清朝，設立台灣府3個縣。係台灣省嘅一部分呢個就係台灣省嘅一部分。清朝政權係滿洲貴族你知佢係蠻夷嚟㗎，即係中國人睇呢啲叫建夷。
建州建義咁即係唔係中華文化嘅傳承者。鄭氏政權咧，漢人嘅合法政權，兩者喺文化血統、政權合法性上存有差異。當清軍進攻台灣，剿滅鄭氏政權咧，從台灣中國東南沿岸嗰啲漢人嚟睇咧，就係外族滿族對漢人政權嘅鎮壓，係侵略，清軍嘅一種侵略。呢種解讀強化咗滿人同漢人之間嘅族群對立意識。雖然當時嘅主要衝突點係政權合法性、海疆控制同戰略利益。嗱，呢個鄭氏嘅存在啊，係對呢一個沿海嘅，因為佢可以去沿海度搶嘢噶嘛，去進攻噶嘛。清朝咧係要將嗰個疆界啊，唔準喺海邊住，移入40里嘅，呢個就係咁搞到啲人咧雞毛鴨血嘅，係好大嘅威脅嚟嘅。究竟邊個係英雄呢？鄭成功一向被稱為英雄嘅，因為幾樣嘢啦，佢忠心耿耿啦，抗清啦，仲有打贏荷蘭人、收復台灣呢啲行為。但啲行為本身喺唔同嘅政治語境入邊咧，係有唔同嘅意義嘅。喺中國本土視角，一向我哋細個讀書咧，就係將呢個元朝啊、清朝咧係視為外族入侵嘅咁鄭成功就係明朝為臣，拒絕歸順清朝，反清復明呢點喺中國民國嗰陣時嘅敘事入邊咧，係強調呢啲係忠嘅，抵抗外來政權係民族英雄，即係等於岳飛抵抗金人一樣。呢個就係喺台灣漢人嘅敘事入邊咧，佢係驅除荷蘭殖民地，開啟台灣漢人政權，而且就係佢去咗嗰幾十年，大量福建啲人移民台灣嘅，其實係。當然啦，台灣原住民嘅視角，鄭成功係繼荷蘭、西班牙政權另外一個外來者都係入侵者。呢個係好啦，我哋講講施琅呢個人，嗰個琉球海戰嘅英雄就係施琅施琅出身福建軍戶，係擅長水戰。你知鄭芝龍係呢個當時嘅海盜大王嚟嘅，後來歸順咗，根本咧成個海都係鄭芝龍控制嘅。佢因為佢個老婆係日本人啦，即係鄭成功嘅媽媽係日本人啦，所有人都係歸順於鄭芝龍個鄭芝龍嘅勢力好大嘅。好啦，曾經參與閩南沿海防務對海外貿易，係鄭氏海外勢力嘅核心軍官。喺1646年，鄭芝龍投降清朝咧，佢就去投降埋清朝嘅。投降完清朝咧，到1647年，佢同佢細佬施顯加入鄭成功，抵抗清朝，係海上義軍嘅重要將領，協助鄭成功當時咧就要先奪取咗廈門因為廈門都係個島嚟㗎嘛，整頓水師，係幫鄭成功起家嘅。雖然效忠鄭成功，但係佢對於佢嘅領導權同埋鄭成功一啲親信經常發生衝突。施琅同鄭軍嘅將領陳彬、黃庭不和，佢擅自殺咗鄭成功嘅親信曾德，於是鄭成功大怒佢亦都殺咗鄭成功嗰啲親戚。鄭成功下令殺死佢嘅爸爸同細佬，施琅逃亡。因為絲綢政治失勢，再至降清。好啦，施琅熟悉鄭軍嘅海上體系同戰法，於是1683年出領清軍擊敗鄭克爽，終結明鄭政權，改變咗兩岸嘅局面。喺
喺呢一個鄭成功未曾進軍呢個台灣之前，台灣係從來喺歷史上未曾試過中國有統治嘅。所以我睇見咧，康熙嗰陣時話：我哋要將老祖宗嘅地收翻嚟。我真係唔知佢噏乜，唔好講話佢係滿人啦，就漢人咧都從來冇話台灣係中國傳統嘅土地嘅，冇嘅，呢個係嚇。喺呢一次澎湖海戰之前呢，係從來中國嘅統治唔及台灣嘅，唔到台灣嘅。施琅係鄭芝龍嘅部將，變咗征服鄭成功之後嘅清軍將領嚇。其實海上明鄭體系咧係俾佢內部出身者所摧毀嘅。咁係咪呢個係講呢個國民黨啊？呢個係啊。嗱，澎湖水戰咧係有兩次嘅。第一次係喺康熙2年嗰陣時，清朝水師荷蘭東印度公司嗰陣時咧，清朝好少水師，就夾咗荷蘭東印度公司一齊打呢個聯軍同埋明鄭水軍喺澎湖同埋廈門。鄭成功攻台成功之後咧，明鄭已經立足於台灣啦，於是同荷蘭結盟，企圖奪翻。荷蘭艦隊喺巴達維亞出發，同清軍會合進攻澎湖。鄭經自己率領水師迎戰，因為熟悉海戰、靈活戰術，擊退英荷聯軍。於是澎湖咧係邊個控制咗澎湖咧？就好容易攻陷台灣，因為咧台灣係非常難攻嘅，非常難攻嘅。夏天就會打風，忽然之間就冬天咧就有東北季候風。每年咧平靜嘅咧係得4月同9月嘅啫。明鄭守住澎湖，鞏固台灣作為海上根據地。荷蘭確認冇辦法奪回台灣，同清朝發展通商關係，呢個係清朝咧就變咗封鎖呢個台灣，就係要嗰啲人咧搬界搬入去內地40里，因為咧就驚佢哋同台灣做生意，或者咧驚咧就台灣咧招嗰啲人咧就鄭氏家族咧招嗰啲人走去台灣。澎湖就係明鄭體系嘅先鋒核心部隊，直至1683年施琅征台咧，始終喺鄭氏手上。好啦，呢次而家佢拍澎湖海戰咧，第1683年。施琅攻台澎湖海戰1683年，康熙22年，即20年後，清朝水師提督同埋明鄭嘅水軍領軍劉國軒喺澎湖周圍打。鄭經死後，明鄭內亂嚇，結果鄭克爽繼位，個政權好唔穩陣。清朝叫施琅做福建水師提督，出大軍出征，訓練咗好耐。初清朝受風勢同海況影響受挫，根本咧施琅隻船啊擱淺咗，咁咧就係睇住就會殺死施琅啊！呢個係台灣水師，忽然之間個潮水漲係幾十年來未曾試過，個潮水漲到咁高，將佢船托起咗。決戰喺澎湖海域，施琅走甩咗，然後反攻，劉國軒潰逃，結果鄭克爽就投降啦。呢個就係明鄭政權覆滅，結束在台灣22年嘅統治。第一次台灣版圖係入咗中國統治者嘅手上。戰後有人想棄台灣嘅，滅咗納明就得啦，由得佢啦，呢個唔好理啦。施琅就請保留台灣，所以先至走台灣，根本覺得唔要嘅，唔想要嘅台灣係。喺預告片中，龐伯振臂高呼統一台灣勢不可擋。戲中嘅預告片，康熙話要攞翻台灣，還天下一個圓滿。咩叫圓滿呢？我真係唔明。台灣從來中國冇統治過，但好多網民覺得唔對路喎。
評論區充滿質疑，你係咪幫清朝打廣告啊？清軍打嘅鄭成功嘅後人喎，嗰個係民族英雄喎。下一步係咪要拍《吳三桂傳》啊？講佢點樣開門迎春，統一中國啊？咁一定清朝打入嚟，咁啊統一中國。咁所以抵抗嗰啲史可法嗰啲咧，就係反對統一喎。係民族罪人係咪咁啊？再拍落去咧就征服揚州啦，講揚州10日幾偉大啦，嘉定三屠幾英勇啦。更有網友批評滿清無商周之禮儀，無秦漢之尊嚴，無兩晉之文學，無隋唐之盛世，即係批評滿清係野蠻嘅呢個係原來將我哋自己當係大清啦。仔細諗下，黃鵝啊同埋韃虜啊係咪一樣啊？注定一部冇評分嘅電影。滿清開歷史道具，呢個就係顛倒歷史觀，就係助紂為虐。我話俾你聽，佢想煽動民族情緒，即係話咧當日啊幾施琅幾英雄啊，統一翻台灣。好啦，因為咧而家要煽動情緒咧，你一定要整啲目標出嚟啊嘛。咁最大嘅目標係台灣啦。咁拎乜嘢歷史人物出嚟示範咧？咁就只係得三個人，一個就係鄭成功。你係咪高舉鄭成功啊？如果你高舉鄭成功趕走荷蘭人，咦？佢變咗個割據勢力喎，咪變咗自中華民國啊？係咪？一個真係用中國政府嘅力量收翻台灣嘅係蔣介石喎，你唔可以歌動蔣介石喎。咁於是就整個施琅出嚟，即係代表中國政權制服呢個台灣。但係咧，佢又唔諗到咧，滿清籍呢一個咁樣嘅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咧，係有個先天嘅缺陷喺入邊，就因為嗰啲係滿人。大陸咧成日都陷入呢個歷史困境入邊嘅，即係咧一路以來唔敢講岳飛嗰啲係民族英雄，因為佢係抵抗金人嘅統一。而家你話金人即係清人啦，咁大家係一個國家嚟噶嘛。咁清朝統一，咪呢個金人統一係咪好啱啊？你岳飛做咩走去抵擋啊？呢個咧就係呢啲咁樣嘅歪曲歷史觀咧，係非常之大鑊嘅嘢嚟嘅。你個主體感情係擺邊度咧？我都話啦，中國嘅民族主義基本上邊度有中華民族？只有漢族、大漢族，而漢族、大漢族民族主義。其實係排斥其他人嘅文化嘅，將呢一個滿人、新疆、蒙古當係外族嘅，其實從來西藏係官方宣傳嘅輔助材料咧。有人評論電影係上價值，崖山之後中國更加大啊！宋朝亡咗之後，蒙古統一埋中國，結果蒙古又變咗中國。咁中國咪更加大啊？意思即係宋朝滅亡之後咧，元明清嘅疆域擴展，歷史進步嘅統一，即係咧中國嘅歷史嘅敘事方法咧就話咧，呢啲咧都係中華民族嘅一部分，我哋唔會分嘅。佢哋一路打入嚟打中國，打漢人咧，結果咧就係佢哋係想嚟同中國統一。其實個解釋就係咁。呢番話立即被網民嘲笑，咁係咪要感謝滿清滅明朝啊？殺人係咪算統一嘅貢獻啊？咁照呢個邏輯咧，最衰日本冇滅咗中華民國，如果唔係咧，咪更大嘅大東亞共榮圈，日本同埋韓國變咗中國嘅一部分。如果日本統治咗中國，咁日本同埋韓國又變咗中國永唔可以分割嘅領土喎。崖山之後係更大嘅中國，即係亡國之後先至偉大。呢個係亡國論係話，唔係愛國論。喺網上翻車俾人哋圍攻，結果官方收翻個預告片。而家唔知點啊？而家係好啦，報道喺社群平台搜尋嘅結果咧，澎湖海戰嘅負面評論屏蔽晒，而家見到官方賬號發表嘅內容，一面倒支持嘅電影。統一台灣勢不可擋，
期待澎湖海戰啊！呢個期待澎湖海戰統一台灣，台灣當歸，期待來一周。澎湖海戰嘅爭議並唔係偶然啊！佢其實因為中國嗰個宣傳體系嘅一個致命邏輯，一方面呢又要激發外民族主義情緒，利用嚟到服從佢，愛嚟咧集中意志，話要統一台灣；另一方面咧用外族統治者作為統一象徵，結果咧嗰啲小粉紅啊係唔同意啊，佢哋嘅民族主義嘅熱情係投射到去反清復明嘅台灣嗰邊，咁咧就非常尷尬。呢個中國宣傳部咧係完全錯估晒。一個網民喺 B 站嘅留言最犀利，崖山之後有更大嘅中國，但冇更強嘅靈魂；滿清之後有更長嘅疆域，但少做人嘅骨氣。呢句説話被大量轉發，影片嘅官方宣傳帳號一度關閉留言區，澎湖海戰成為一個民族敘事嘅公關災難。個票房估幾多呢？原本樂觀預測係覺得可以收60億嘅，保守預測8至18億，最少收8至18億，主流認為收30億。我諗好大場面，但係結果拍出嚟一定拍得差。中國人係唔識得拍海戰嘅，我話俾你，唔識得拍海戰嘅。點解我哋要旗幟鮮明地抵制澎湖海戰呢部電影啊？即係咧，你澎湖海戰呢部電影啊，你都唔係淨係宣傳民族主義咁簡單，你係宣傳打台灣。無論你係台灣人好、香港人好、中國人好，鼓勵動武係會令到好多人死傷。鼓勵動武係引起外國制裁中國，令中國經濟好大鑊嘅。邊個去鼓吹呢啲嘢？當日呢個九龍城寨做緊係鄭保瑞，我話鄭保瑞走去拍澎湖海戰，我哋要杯葛。喂，嗰時九龍城寨已經收到好多錢，破紀錄，賺少啲錢係點啊？因為你唔係話大陸講啲嘢你附和下佢，咁嗰啲人我通常都原諒喎。譬如江文慧去選呢一個立法會議員，我都唔會怪佢，冇所謂啦。但係呢個係你爭翻嚟嘅，主動一定係你好多人想拍，你就霸呢個位。你係身為一個香港人，鼓吹去打台灣嗰啲人係英雄，造成生靈塗炭。咁呢啲唔係人渣係乜嘢？好啦，湯呢個鹹菜胡椒豬肚湯、杏汁白肺湯、響螺慈實鴨腎湯、懷杞螺頭竹絲雞、懷杞原肉花膠、紅棗椰子雞、蟲草水鴨，58蚊一包，而家52蚊9折。仲有呢啲打邊爐非常好，一家韓牛五花火鍋片99蚊，五花子火鍋片99蚊，呢個和牛呢個係 A5 和牛99蚊，豬腩火鍋片49蚊，梅花火鍋片49蚊大家多多幫襯呢個。今日首先我介紹呢隻嘢俾你下，呢隻喺韓國好出名嘅呢隻 Soylab 防脫髮系列隆重登場。首先呢隻 Soylab 係乜嘢嚟嘅咧？佢喺韓國好出名。佢呢個老闆2021年患咗乳癌，咁你知啦，一受化療嗰時咧，啲頭髮甩晒嘅，呢個係。咁佢咧就研究咗呢隻喺韓國最大嘅乳癌社區平台乳癌故事上邊咧，係承認 Soylab 係被公認為治療期間或者治療後頭皮敏感嘅癌症患者最值得信賴嘅頭皮護理品牌嘅。佢一個主要成分咧就黑豆黑豆咧就係對呢個頭髮同頭皮咧係好有益處嘅。根據朝鮮王朝嘅醫學文獻《東醫寶覽》都有記錄噶啦。而家咧呢個就係腮邊嘅黑豆頭皮護理育髮洗頭水，證明咧
呢個係好多臨床測試咧都證明下，用2個禮拜有效脫髮減少71%，減少60%頭皮皮屑，減少咗86% 頭皮嘅味道。7間廠商100次測試都認為最安心嘅洗髮體驗，呢個就係吓。好啦，嗱我哋睇睇，嗱呢一個咧就係洗頭水500毫升270蚊，就1件9折，2件7折。嗱呢一個咧就係護髮育髮精華40毫升225蚊，呢個咧就係第1件9折，第2件7折啦。如果你套裝咧，1支洗頭水咧就用2支嘅，送多1支俾你，945蚊，即係720蚊。嗱睇住使用3個月之後咧，本來使用前就係咁，使用後咧生翻啲頭髮出嚟。12個月使用前使用後啊，呢一個係爭好遠嘅，係好多人都試過，認為非常有效嘅。我哋睇一條廣告片。 한국인이라면 검정콩이 두피와 탈모에 좋다는 건 다 알고 있을 만큼 동의보감에도 나와 있죠. 그런 검정콩 추출물이 64% 이상 담긴 양질의 두피 영양제와 샴푸라고요? 이건 안 써볼 이유가 없죠. 소이랩 샴푸는 건강한 두피를 만들어주고 풍성한 모발을 유지해주는 과학적으로 입증된 샴푸예요. 허니 블랙빈 두피 앰플은 영양 케어는 물론 쿨링감 너무 좋고 두피 가려움은 안녕. 점점 얇아지는 제 머릿결 이제는 보호받을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여러분도 소이랩 블랙빈 라인으로 검정콩의 놀라운 힘을 느껴보세요. 網店及門市熱賣。